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。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，欢迎；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薇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当初不顾家人的反对，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一无所有的他。我没有要他1分钱彩礼，就为了相信爱情。可惜我错了，我输得太惨了，我根本就没有被他珍惜。在他心里，他家里所有的人都比我重要。但是我们的女儿12岁了，我也想给我女儿一个完整的家，我该不该给她一个机会呢？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黎先生来自辽宁，42岁，业务经理兼司机；女嘉宾霍女士，42岁，来自辽宁，全职太太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做全职太太多少年？12年，因为没有人照看孩子。孩子12岁，家都是他一个人扛。我觉得我为这个家付出的也很多。他只是给这家挣了钱，对吧？对。中年夫妻啊，事儿就比较多了，上有老，下有小。今天也是为这些事儿来的，对吗？咱们先说上面的老人处得怎么样？不太好。我跟我媳妇啊，现在我们已经分居3个月了，就因为老人的事儿。您住哪儿？我现在住我妈家。您住哪儿？我住沈阳，她在锦州。怎么回事啊？头段时间吧，我母亲吧生病了，需要人照顾，我就给她接过来一下。但是呢，我媳妇她不同意，就因为这事儿吧，我们俩吵架了，吵得挺厉害的。我当时我就走了，去照顾我母亲了。现在呢，我想回家，就是说她现在不让。我问你啊，咱们结婚这10多年，作为婆婆她做到了什么？结婚的时候，你们家1分彩礼没给我；咱们俩买房子的时候，你们家只拿了1万首付。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你母亲甚至连一个电话她都没打，连问都没问，这是一个做婆婆该有的态度吗？孩子生下来了，连1天都没有照顾，这么多年，我容易吗？当时吧，确实条件不好，我也承认。后来那个生孩子的时候吧，因为什么呢？我父亲有病，我母亲吧需要就是照顾我父亲，所以吧就没来带孩子。这都不是理由，知道吗？就是让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多么不忠不孝。我问你，当时你父亲没的时候，我同没同意给你母亲买了一个房子在锦州，对吧？让他一个人养老。现在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搬到沈阳之后，他现在又要来沈阳生活了？这不是笑话吗？对，确实买了。那现在呢，1年比人岁数大了，对吧？你这母亲离得远也照顾不上啊，所以接过来住，这也没有什么，我感觉。就是说他们家是啥情况啊？我老公有2个姐姐，他们就认为什么呢？儿子要给老人养老，女儿啥都不管。我觉得在赡养老人这一块吧，3个孩子应该是平等的。凭什么就是说把他母亲接到我家来呀？他2个女儿不管，我觉得这肯定不行，我不能同意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啊，第一，老人对我不好，所以我也没有必要，对，是吧？对。第二，家里3个孩子，为什么所有的赡养的事儿都让我们来做？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哦，那为啥不让他回家？他回家有什么用啊？就这些问题解决不了，回来不还是无休止的争吵吗？哦，对不对？这婚姻还要吗？我觉得要不要没有多大的意义了。我这么听起来是不是对2个姐姐也有意见啊？我这么说吧，就是一提他姐我就特别来气。他大姐是一个非常不识物的人。哎，对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走这3个月，你大姐不是说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吗？没成是咋的？你又要回来了？没有的事儿，你可千万别搁那瞎说话啊！你大姐那天打电话就跟我说的，说你俩要是不过了的话，是吧？我能给我弟弟找个更好的。他说我班上同事就有一个，就这么跟我说的，而且人家还能给他生儿子呢。真的，主持人，我不怕你笑话，我老公就这些年，他骨子里面就想要个儿子。哦，你那是个闺女是吗？对，包括我婆婆，就是从来不给我带孩子，也是因为我生的女孩。他想多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可能老人吧这么想过，但是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没这么想，你大姐为啥说能给你介绍一个，还能给你生儿子？你说这话谁不来气？我听着不来气吗？我都想扇他2个大嘴巴子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偷偷从我卡里边转走的5万块钱。怎么说？是这事儿吧，我承认，我姐夫买车，他需要那个就是说拉货啥的，当时吧就差5万块钱，但我知道他对我姐印象不好，所以没敢说。当时吧我就寻思先借那个先用一下，买完之后
等过3个月之后呢，把这钱还回来就这是完事儿了。大姐还是二姐？啊，大姐。大姐是哈。啊，她二姐基本不参与我家的事儿，哦就是她大姐特别不是物，哦，哎，我问你啥事儿都搅和，哦，问一句，夫妻财产是共同财产还是？是共同财产。那就是说为啥是偷偷的从我的卡里转出去钱了？因为就是我们家就是我说了算，就是他挣的钱都是我保管。哦，他负责挣，你负责管，对是这意思吧？对这件事儿是说他没有跟你商量。对，他根本就没有商量。啊我还是说孩子补课需要交钱的时候，啊我一看，哎，这钱余额不对，钱哪去了？我才知道。反正总而言之，跟婆家的关系不太好。那这3个月不回家，孩子怎么办呀？孩子我带着呗，我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。哦，您说说。我觉得知识能改变命运，我就让孩子补课。我觉得孩子必须得出类拔萃，考个好大学才有出息。哦但是他不这样啊。不是学习是固然重要，但是身体更重要。我感觉吧，你们孩子毕竟还小，对吧？嗯现在吧，就是小学吧，他那个功课也挺重的，放学都6点钟了，在外补课，一直补到9点多，回来之后吃口饭，可能刚吃完饭之后，他妈就让他写作业。我不希望孩子这么累，结果人他就不同意了啊！我一管你不让管，你是什么？他当父亲的是吧？就这么说我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的这种态度、这种观点给孩子造成特别消极。现在我一管孩子学习，孩子说啥？我爸都不让我学习，你让我学啥他呀？不是不让他学吧？他就是不让学。一孩子一学，爸我累，他说去吧，玩去吧。那本身孩子回来吧，就是都很累了，在学校吧都已经学很多东西了，你就回来之后，你再去给他强加一个往里边也灌东西，他已经进不去了。你必须让他放松放松，去消化消化。哎，所以我问一句啊，他不在，是不是闺女儿挺想他的？怎么说呢？也说过想爸爸，啊但是说我们俩在家的时候，真的就是无休止的争吵，对孩子性格影响很大。就自从我们来沈阳之后，这2年多，我就觉得孩子都变了，就变得孤僻了，经常的一个人就是把自己关到屋子里边，不爱说话。为啥呀？就是我们俩总吵架嘛，我就觉得来到沈阳之后，他整个人都变了。其实吧，我打断你一下，孩子孤僻吧，我感觉他说的不对，孩子孤僻肯定是因为学习压力大。再有吧，就是说这个学习时间长，他没有时间出去玩儿。我建议吧，孩子还是有时间可以出去说再多玩一会儿，或者放松放松，对吧？教育观念不一样啊，对对。为什么这2年到的沈阳，好像我这听下来家里面很多事儿就变了，是吧？对，不瞒你说啊，沈阳这个房子是我母亲给我买的，因为我是家里边的独生女。哦。然后我父母呢就想让我来沈阳照顾他们。哦。当时呢，他也是很同意的。跟岳父岳母住一起吗？啊，不住一起。也就是说，从锦州到沈阳，最核心的是因为要给岳父岳母养老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有这个对，有这个因素。接着说。我们俩就这1年多就是不断的吵，他现在变得晚上就是不爱回家了，就经常的特别晚才回来。特别晚是指晚到几点？11、2点、1、2点钟的时候干嘛全都有。去了呀？工作，应酬。我给简单说一下，我们那个从锦州到沈阳，我就找了一个就是业务的工作，做装潢的。完了有的时候需要那个谈客户啥的，我去开车带老板或者带一些同事啥的过去。不是，那也不至于谁搞装修跟你谈到夜里11、2点、1、2点。有单位的。对呀，香水味儿，身上有浓浓的香水味儿有4、5回，你咋解释啊？这个事儿吧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都是工作需要。那个时候，你是特别愿意到沈阳吗？到沈阳，一方面是也给我的岳父岳母养老，再有一方面就是给孩子教育。因为我俩当时感情就在锦州那边吧，感情还挺好的，所以其实在锦州的时候是比较顺利的，是吧？对，生活压力没那么大，没那么大。对，后来之后我们来沈阳，有说这个经济收入来源，对吧？所以吧，就是说我就跑这业务挣的多一点。但是客户吧，有的可能晚上去谈，对吧？有的去他家里谈，有的时候去那个一些场所谈，对吧？这没办法，你这根本都说不通。要是不跟女人坐在一起的话，能有香水味吗？那你说我同事也有女人，对吧？那个客户也有女人，这很正常。就接触的话，就是吃饭在一起吃饭啊，在一起说话的话，那坐在一起了，挨得比较近一点。那我问你啊，就是那条短信“某某宾馆见”，咋回事？那某某宾馆见能怎么的？那某某宾馆的茶餐厅进，那是约我去见个面去谈业务。那上写茶餐厅了吗？那上就写某某宾馆见。哪个宾馆有茶餐厅？我咋没见过呢？没听说过都。
你没听说过，那是你没谈过业务，你也没去工作过。你看没，一字一句都是瞧不起我。我一直在家里边，我没为这个家付出吗？付出。你付出了，是我知道，我也没说别的。但是你说你这不讲道理，或者你不听我去解释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你走这3个多月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跟你姐介绍的对象在一起待3个多月呀？不是，我一直我说想回去，我说想回家，行，但是他不让我回家。你找一个给你生儿子的吧。行，哎，我问几个问题行吗？你问主持人。我觉得啊，他确实变心了，是吧？我就觉得不对劲儿。他确实是跟他姐介绍那人在一起了，准备生儿子了。我就想打听一下，您下面准备怎么办？那就不让他回来，那你回来干什么呀？不让他回来，除了不让他进这个家门，这婚得离了吧？对，离。还有其他的要求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咋？别不知道啊！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我之所以来，我是为了孩子。我觉得我跟孩子没什么关系。咋没关系呢？我女儿12岁了，对吧？你看这孩子啊，自打你们搬回沈阳，孩子变得孤僻了，对吧？您为了让孩子成一条大凤凰，对吧？这个丈夫也看不上了。他那是没文化，真可怕。对，他又没文化，所以也教不好这些孩子，对吧？对他教不好。3个多月，反正不回家，反而还消停了，对不对？这把他休出门多好啊！你也不用辛苦了，什么婆婆问题、大姑姐问题、老公不听话的问题，一切解决，多好！其实我真的就是别舍不得什么呀？我不是说舍不得这段感情，我是舍不得我女儿。我觉得正在青春期，对，正在青春期，爹3月都回不了家。他不想回来，就是人家今天不是说要回家，你不让人回吗？我怎么不想回来？说归说，你回来了吗？我打过好几次电话，你也不接。后来之后我回家，我敲门，钥匙那个锁芯还换了，我现在回不去家呀。你姐都能找给你生儿子的人了，你还回来干啥呢？对不对呀？我跟你说的是误会，没有的事儿。不是，等一下啊，别偷换概念啊！现在到底是你不想让他回家，还是他不回家？咱把这件事儿说清楚。他要想回来，他何必等3个月呢？对不对？何必等3个月呢？就是在您的心里，其实他要想回来，哪怕在门口站1个月，您都放他进来了。对呀，他再有那诚意，站1个月，我能不让他进来吗？你怎么没在家门口打个地铺？没想到啊，当时没诚意。我就好，听明白了。我问几个问题啊，咱不带情绪的说。其实不想离婚，对吧？也不想啊，也不想。哪个但是不知道怎么跟他处，是吧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就是说，他要不拿出点态度来，那没办法，逼到那儿了。您给他一个回家的条件吧。他回家的要求，第一，必须得听我的。哦，好。第二，就是说赡养老人这块，我不是不能养，对吧？我觉得轮流养。对，轮流养。听懂了。第三，就是说你换个工作，你这工作我接受不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就是孩子以后我管，你别再掺和。而且就是说，以后你挣的所有的钱，一分不差的全都得交给我。不都给你了吗？他这1年多没交给我呀，最近这1年多不给我了。你在单位里是经理是吧？对。看见没有，这是有领导才能的人，人家制定的管理方案很细，听话是大原则，接受吗？接受不了。接受不了怎么回家呀？对呀，接受不了你就别回来。可以商量啊，对吧？商量啥？没有商量的，领导说了。商量你说吧，咋商量？商量到哪一步？你说说我听听，给你个机会。听你的事情都无所谓，你就说哪条不能听。这个养老问题，我们那块儿也是都是儿子养老，没有说他姑娘管的，并且吧，你看我姐我也有姐夫，我姐夫吧人家也有好个孩子，都是儿子管。懂啊！你这叫愚昧。是，我问一句，愚昧。哎，我问一句啊，钱是好东西是吧？对。有钱声音就大。如果你婆婆在沈阳给你们买了一套房，婆婆说你们俩给我养老，养还是不养？我很现实，养，但是他们家1分钱都没给过我。是。对。是不是？对。那这12年这男人挣的钱哪儿去了？这个家共同的分担了，我不是给我一个人花了。哎呀，所以这个听起来挺悲凉的哈，有钱就行，是这意思吗？也不能这么说，但是怎么说呢？钱不能证明一切，但是你给一个人花钱，证明你对他好，对不对？拿什么表达呢？啊？那对呀，你舍得为他花钱，你才是表示你对他好，有毛病吗？哦，那他舍得为你花钱吗？他舍得，但是他们家……那他对你好吗？他对我以前挺好，最近这1年不好了。哦，因为不给你花钱了。对，不给我花钱了。想回家吗？行，离婚吧，把闺女带走。我的女儿我不可能让她带，我生的。我咋是你的呢？那就是我的女儿，我费尽千辛万苦生的，你可能带走吗？我跟你说，离婚你也不可能带走孩子。好，孩子就是我的生命，我的全部。闺女以后出嫁怎么办呀？出嫁是正常的，每个人都得经历的。啊，你闺女要也碰这么一个姑爷的话，你怎么办呀？
我有的是方法治理他，我肯定给他治得老老实实治理谁的，治理我姑爷，要不然我不同意，他也进不了我这个家门儿。哎呀，您不同意管用吗？您不同意您男人每天谈业务谈到11、2点，管用了吗？不管用，所以我不要他了。确定不要了吗？这个决定了下面的方向啊，就是您要真不想过了，老师们给你分析分析，人家态度很鲜明。我可以听你的话，但是在赡养的问题上面，对，我不可能让你一步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其实已经摆明了，在你的心里闺女儿最重，在他的心里老娘最重。我接受不了，我能接受什么？他女儿照顾我婆婆，我出钱我能接受，但是说你说让他上我这儿来，肯定不行，因为我受不了。你这手里得有多少钱呢？我特别好奇啊。我家里边条件比较好。哦。我父母条件特别好。所以腰杆子硬呗。还行。你算下嫁是吧？还行吧，我当初什么都不图。那我特别奇怪哈，啥都不图是吧？那你图啥呀？我当时就图他对我好，他听我的话，好不好？当时特别好，当时啥都听我的，对我就言听计从。所以钱也不好使了呗。哎呀，咋说呢？家里那么多钱，我现在后悔了。所以我就问您嘛，千万不能什么都不图就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真的千万不能。所以我不就问您嘛，您到底要干嘛嘛？我也不想太绝对了，毕竟我也来了，是吧？我也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。日子还想过吗？我也想好好过日子，我也没想过，既然说我当时啥也不图，我也没想过要分开。但是现在就是说，走到这儿僵到这儿了。看得出来，没人想离开这个家，丈夫不想离开这个家，妻子打心里也没想把这个丈夫踢出家门，但是这日子就别扭，把婚姻当成博弈，总想做这个家里的老大，痴人说梦，幸福不了，迷茫就听老师们怎么说，好吗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您的婆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她有是的地方吗？也有。什么？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也对我悉心的照顾了。她还有一个最大的贡献，生了这一个儿子，成为了你的丈夫啊，才有了你们这一个家。当然，她偷偷的把5万块钱借给她的姐姐，绝对错。这5万块钱还回来了没有？没还呢，到现在还没还呢。这个必须扎紧。这个可以。你做的太错了。另外，妻子这样的态度对你们家，你恨她吗？有点。他这种恨已经都写在他的行动当中了。他对自己的母亲的孝顺是值得尊重的。如果让你的母亲住到沈阳，因为你是寄人篱下，那个房子是他父母的，他有权拒绝。但是作为一个儿子，母亲生病了，他要去孝顺，我认为你做得非常对。他这样的一个行为，恰恰给你女儿做了一个榜样。我们想让自己的孩子今后对我们好，孩子就看你们对自己的父母好不好。孩子的教育并不是说学习的教育，更多的是成长的教育。在你们这个家，孩子能成长吗？孩子潜移默化，长大以后他会不相信生活，不相信爱情。尤其丈夫分居，您认为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吗？做妻子性格使然您强势，但为什么要强势到自己的丈夫什么事情都要听你的？凭什么？那就是上下级关系啊，有意义吗？但是做丈夫的，你以这样的一种方式，是在加剧你们这段婚姻的崩溃。如果还想好好过，多去反思一下自己。你真的要拉回这个男人的心，首先自己做出改变。当然，你有很多方面也需要改变。谢谢。我作为一个女儿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会特别割裂、很压抑的。大姐，您给你的女儿可能树立一个特别不好的榜样是什么？就是你给她的感觉是你的爱等于需求加价格。
你会让她失去了一个女孩到女人的智慧。你也不要觉得说你有这个自信，未来去拿捏你的女婿，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。其实你一直都是一个下嫁心态，但是你不能保证未来你的女儿她也是下嫁呀，对吧？所以其实从孩子角度出发的话，我有一句话我送给你啊，就是一个女人不管你多大年纪，你最大的能力是你不管在何种境地之下，你都有快乐起来的能力。你没有一点点让自己快乐的能力，所以你让整个家庭都非常的不快乐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姐姐，您去想一想，你怎么样真正能让自己快乐起来？其实如果你快乐起来了，你就不找他的茬了。然后大哥是这样子，作为一个父亲来说的话，你要让自己的女儿知道说，你是一棵大树，你这棵大树是在无论如何什么情况之下，你都会在那儿，你不会走的。因为他更多的安全感是来自于自己的父亲。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你的妻子如何作你闹你，至少你要体现出你的责任。我现在觉得你有一点责任感缺失，你要用你的责任感支撑起整个家庭的安全感。所以我说你们俩最好各自冷静一下，完了之后你再留下来跟他谈。你们之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他是心态上的问题，你把他的心态搞好了，他什么都可以同意的。哎，黎先生啊，哎，你好，我问您个问题，您的女儿未来嫁人了，嫁一个像您这样的老公，然后她在生孩子的时候，她的婆家不闻不问，你会怎么想？我也肯定是心里吧也不得劲，也很难过啊，肯定是我你站在我会气愤吗？对，我也会。作为他的父母，你会气愤吗？你会心疼自己的女儿吗？对。然后你的女婿要把他的母亲接过来，你的女儿就是不同意，你会怎么劝他？要不就是给他租个房子，要不就自己决定，因为吧，他等他这个时候吧，他也成年了，他也是有理智、有思想了，肯定比我想的多。你觉得你女儿说的有理吗？我感觉吧，有一定道理，但是不能完全有道理。好，有一定道理就行。对。理解你老婆的心理了吗？我能理解点儿。我之所以吧，今天我站在这个，你要把你的妈妈接过来，你有提出过解决方案吗？我说过呀，接过来之后就是找个房住，不能住在一起，住在一起的话肯定是受不了，肯定是没法相处。我跟他说了，就是在附近嘛找一个房子，不论大小，也不论说的好坏都无所谓，因为吧我母亲吧她就一个人啊，我父亲也不在了，就有一个住的地方就可以。好。你有提出解决方案，他依然不同意，对吧？对。你有去安抚他之前受过伤的心吗？你有站在他的身边说一句：“老婆，我妈做的不对，他们重男轻女是他们的问题，你不容易，你辛苦了。”当时我也说过，也解释过这个东西。不是解释，就是安抚。你换位换到你女儿身上，你就明白了一切的感受。当你不理解你的妻子的时候，你想想自己的女儿未来有一天也会为人妻的时候，你作为她的父亲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怎么看待这个女人？你就用这种心态去疼你的妻子，就没错了。他的说完了，接下来说你，他们家是有问题，你嫁的时候不知道吗？那你自己选择的呀，怪谁呀？怪他们家吗？你只能怪自己眼光啊！嫁了之后就是平等的，不要在婚姻里面高姿态。第二点，在婚姻当中，两个人从来都不是敌对关系，你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你如果把他当成你的敌人的话，你觉得你们两个人还能并肩作战吗？一个丈夫难道听话就是对你好吗？言听计从，但是心里却有着其他的小九九，你觉得哪个最可怕？还有一点，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工作？因为我家里边吧，每个月也能给我们4、5千块钱。就来沈阳之后，就之前我们是干超市的。所以你不是也是一个好吃懒做靠家里的吗？但是别忘了，你的爸爸妈妈有走的那一天，你靠谁呀？我劝你最好尽快找一份工作，让自己能够有一些挣钱的能力。这是你应该焦虑的事情，而不是焦虑你的婆婆什么时候来。作为一个大度的女人，我劝你让婆婆来，像她说的，找到第3个解决方法是什么？租一个房子。就这样。这个男人心里是看不起你的，这个男人心里是不认可你的，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吗？
难道你真以为是大姐看不起你吗？是大姐在拆你们吗？如果他的弟弟非常爱你，非常爱他的妻子，请问哪个姐姐能够说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哟，生不了男孩，我给你介绍一个能生男孩的女人？哪个姐姐敢去说？你们之间的矛盾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你说的，你说的，那他听谁说的呀？不是你，他听谁说的呀？那一定是他哟。你这么想抓住钱，无外乎就是想达到3个目的嘛。第一，增强自己的掌控感；第二，增强自己的安全感；第三，对未来有所期待，你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男人说不给你钱就不给钱了，男生，你真孝顺你母亲吗？你的妻子真是对你的母亲不好吗？当时花钱给你母亲买的房也是他呀。你的妻子真的是这么讨厌婆婆吗？有一点小矛盾，但至于如此吗？不是的，无外乎2点。第一是对你啊灰了心了，对那个姐姐呀，存心破坏你们之间感情那个姐姐不满意呀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真正的体会她的一个感受呢？钱方面，如果夫妻2个人不能共财的话，一定不能同心。凭什么钱不能给人家？你那家真不能回吗？香水味又是怎么回事？人家都不给你捅破了，是给你留面子，是对你们的感情还有期待，对吗？我们不能如此之冷漠、绝情。就这样，要过好好过，是吧？没有必要这么拖拖沓沓，赶紧回家。下去节目之后，好好谈一谈老母亲的养老问题，不可回避。孩子青春期的问题，想清楚，别闹了，没什么好闹的了。就这2件事儿，我觉得都得把头发掉光。中年人，人到中年，很多危机。婚姻其实只是众多危机当中的一个。后来你会发现，真的能够疗愈中年危机的，不是别的，而是你的家庭是不是稳定。当你家庭稳定的时候，很多危机自然就度过去了。你们自己去想。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吧，我今天过来，真的我就想回家。有些事儿吧，我也知道可能自己做的不太好，不太对。刚才吧，各位导师、各位老师也说了，我也都听进去了。我也会慢慢的就调整自己的状态，有些不对的地方吧，慢慢的去改。但是我真的希望吧，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给咱们家一次机会，给孩子一次机会，咱们呢，继续生活下去。毕竟吧，咱们也是经历过这些年了，也不是说像小孩过家家似的，几天就完事儿了。我们在一起17年了，现在这段感情让我觉得身心疲惫。其实就像老师说的，爱是理解和包容，而不是说互相指责和逃避，逃避解决不了问题。我希望能够看到你一个态度。其实我也想给孩子一个家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博红兄做一个预测，男不出女出，我觉得双出。双出吧，肯定是双出。来吧，咱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。特别好。都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，一段婚姻关系脱离了爱情，那就剩责任。当双方都不想承担各自该承担责任的时候，一段婚姻基本就到头了。好吧，祝你们找到各自的幸福。